宝把姐妹俩放在室内，自己来到室外园区享受熊生。只不过一观看的时间不太对。此时，爱宝正趴在小亭子上铲青团，爱宝铲着铲着，还翘上二郎腿了，铲个青团都安逸上了。爱宝给瑞宝、辉宝放在室内园区撒手不管后，室内园区里的南天宝可遭老罪了。小滑梯旁边的5根南天宝已经倒下1根了，因为这根南天宝是从根部被掰断的，等待它的只有干枯灭亡了。而瑞宝给南天宝一顿摆弄后，像是个没事熊一样走去了小树旁，小嘴巴还在一直吧唧着，像是在嚼着口香糖。瑞宝自己在小树上玩耍着，给小树当成了滑滑梯。眼前这棵小树，瑞宝爬了一会儿，感觉没意思，又换到了另一棵小树上。今天瑞宝是调皮瑞，不断在小树上爬来爬去的。一会儿，爱宝回到室内园区，爱宝趴在小滑梯上休息，瑞宝就骑在爱宝头上爬来爬去。爱宝深深呼着粗气，心中默念轻声的。爱宝表示还是自己独自在室外园区舒服。爱宝忍受着瑞宝的折腾，没有一点脾气，随意瑞宝在自己身上翻来覆去。但瑞宝不光黏着妈妈，还要在妈妈头上做标记，最后折腾的爱宝实在忍受不了了。爱宝转了个身，倚靠在了小木床的床沿上，直到一会儿宋爷爷的出现，这才让爱宝摆脱了姐妹俩的折磨。爱宝回房间休息，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带娃，姐妹俩凑在饮水盆前轮流喝水。宋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这可爱的模样。今天姐妹俩都有点腼腆，都没主动去找爷爷玩，而是宋爷爷主动靠近姐妹俩，姐妹俩这才渐渐敞开心扉。宋爷爷用手学着辉宝走路的样子，和辉宝玩耍。辉宝像是害怕了，有点应激，一巴掌抓在了爷爷的手上，手套都给抓破了。宋爷爷防止姐妹俩给手套碎片误食了，便先将手套的碎片放进了另一只手套里。而宋爷爷的手也是明显可以看到被抓破了，可能宋爷爷对于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。宋爷爷没有立刻去处理自己的伤口，而是继续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。2个爷爷在疼爱姐妹俩的同时，也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啊。一会儿，宋爷爷看了看手表，意识到该去给爱宝开门来园区了。宋爷爷离开园区，并叮嘱姐妹俩乖乖等妈妈出来。怎么爱宝的双胞胎大宝和二宝的色差这么明显呢？一个锅巴色，一个雪媚娘色，或许是大宝在妈妈身边久一点的原因吧。不过现在大宝和二宝的体格子已经比出生时大了数倍不止，爷爷运输盒都快要放不下了。爷爷带着二宝去见姐姐了。爷爷将大宝和二宝放在一起，爷爷左手边的是大宝，右手边的是二宝。爷爷表示大宝变得有点黄了，和妹妹有了明显的色差。不过这也让姨姨们除了识别熊猫宝宝的背部图案形状以外，又多了一个识别点，黄色是大宝，白色的是二宝，一眼便可以分辨出来了。姐妹俩都很活泼，不过二宝明显看上去更清秀一些，而大宝明显走了大姐姐福宝的路线。之后爷爷将二宝给爱宝还了回去。接下来二宝要开启为期10天的互换生活的时间，不知道10天后二宝会不会变得和大宝一样成为锅巴色。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后来到了二宝身边，爱宝将二宝放进怀里。此时熊猫宝宝明显没小时候好拿了，爱宝给二宝喂完奶后将二宝放在身边开始睡觉，而二宝也没有了小时候那般嗜睡，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了。二宝在妈妈身边练习给自己翻身，在二宝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给自己正了过来，然后开始学习攀爬。看二宝后腿努力用劲的样子，看样子长大后应该不会让妈妈省事，又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公主。一会儿二宝跑到妈妈身边，给妈妈惊醒了。爱宝瞪大眼睛，像是在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走路了，很是惊喜。之后爱宝将熊猫宝宝小心翼翼地叼到一旁，放在怀里给二宝喂奶，而爱宝则是一脸没睡醒的样子。福宝刚才在妈妈青团上打了个滚儿，身上沾满的青团残渣就是证明。福宝嘴里还不停地吧唧着什么，不会是刚才不小心蹭进去青团了吧？一会儿福宝转身去妈妈身边时，手上又不小心压到了青团。福宝带着沾满青团的身子来和爱宝贴贴。福宝趴在妈妈胳膊上，一只脚踩在扶手上，另一只脚踩妈妈身上，和妈妈贴贴。但爱宝此时正在睡梦中，没空陪福宝玩。福宝躺在小亭子上自己玩着自己的，一会儿嚼嚼竹叶，一会儿在小亭子上打个滚儿。吃竹叶时福宝还不小心蘸了蘸青团。吃饱的福宝再次来到妈妈身边，福宝学着妈妈的样子坐了下来，还舒服的给自己挠了挠痒。爱宝在福宝的折腾下逐渐醒了过来，福宝怕妈妈打自己，顺势躺了下来，立马变得乖巧。可能是刚才的竹子福宝没有吃饱，福宝看到妈妈换了个姿势，立马钻到妈妈怀里吃起了奶。爱宝试到疼痛后看了一眼，
看到是福宝后，换了个姿势躺了下来，让福宝别吃了。福宝从妈妈怀里钻了出来，爱宝一巴掌拍在福宝脸上，挡住福宝的眼睛，问福宝：“猜猜我是谁？”福宝让妈妈不要闹，成熟一点。一会儿，福宝又在园区啃起了爷爷种植的油菜花。爱宝看到自己的油菜花被福宝啃坏了，直接给福宝拖到了数米远，给福宝上了一课，教育福宝要善良。爱宝叼着福宝在地上一顿收拾，爱宝对着福宝从坡上打到坡下，福宝在爱宝面前就像是个皮球一样被叼来叼去的。等爱宝转头离开时，福宝又叼起了一根油菜花。明显刚才爱宝的教育，福宝一点也没听进去。爱宝转头又看到福宝作案，直接给福宝拖到了一边，直到爱宝看到回家的门开了，才对福宝停止了教育，回了家。而福宝看到妈妈回家了，又开始对油菜花施以毒手。你知道为什么爱宝总是爱揍福宝吗？来听听爷爷是怎么回答的。都知道小时候的福宝对爱宝来说就像是皮球一样，福宝随时会被爱宝拍来拍去。爷爷表示，爱宝对福宝这个随意的状态其实是正常且自然的现象，也算是在培养福宝对天敌的攻击或防御，是在教福宝学习这些技能。而爱宝对待福宝的样子，虽然看起来会像是在打架或单方面攻击福宝，但如果把这个行为当作是在教育福宝学习，心里就会舒服多了。而且爱宝对于福宝的照顾是很用心的，爷爷表示，就连爱宝吃饭时也会时不时的去观看一下福宝在干嘛，是否安全。看似爱宝对福宝很随意，但每一个细节都是在呵护着福宝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爱宝特别具有攻击性，还有人觉得福宝好可怜。爷爷表示，那肯定是这个人只是看了一些片段，对爱宝和福宝的了解太少了，因为爷爷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。因为如果福宝觉得害怕或者痛的话，福宝是不会回应妈妈的，而是直接逃跑或躲避。之所以福宝会回应，那是因为福宝和妈妈在一起很享受，也很喜欢妈妈这样对自己。之后又有人问江爷爷，福宝不会有受伤的危险吗？爷爷表示，爱宝在和福宝玩耍时会有意的将自己锋利的爪子收起来，在拍打福宝时则是去用手掌，而不是去用爪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网友问，爱宝有着强烈的母爱的理由是什么？爷爷回答道，爱宝也是亲自通过自己的妈妈自然哺乳而长大的，好像就是长大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。而同时，福宝现在也是在一边享受着妈妈的母爱，一边记忆着妈妈现在对自己的样子。有了爱宝的教育，以后福宝在当妈妈时也会像爱宝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。你以为福宝的邻居只有小熊猫、大象、老虎和蝴蝶吗？其实还有很多大家日常没有见过的动物，而这些动物则是由江姨姨负责。跟着江姨姨去看看吧。姨姨先是采摘了一些树叶，姨姨拿着这些树叶来到了一个类似洞穴的房间里面。原来这里面生活的是树懒，进到这里会感觉时间都变得慢了下来。姨姨将一根树干搭在室内和室外之间，用途是给树懒提供去往室外的桥梁。树懒走一步要按分钟计算，这很磨练姨姨的耐心，因为有时树懒还会爬着睡着。一会儿，姨姨来到另一个园区，用水对园区进行冲刷，以及将落叶等垃圾进行清理。而这个园区里面住的动物则是浣熊，又被称为干脆面，因为浣熊有个习惯，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喜欢先放在水里洗一洗。这个在北美泛滥成老鼠一般的浣熊，在这里却是另外一番可爱。动物园不只有地上爬的，还有天上飞的，眼前的则是白猫头鹰，又被网友们称之为苏格兰圆脸胖鸡。前面的动物或许有些大家都有所耳闻，但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大家认不认识。它们长相像鼠，又像兔，却又长有獠牙。它们喜欢躲在陡峭的岩石上，它们名叫蹄兔。不同的动物一一同样的对待，从不会偏袒谁。之后，姨姨以及其他饲养员开始为动物们制作食物。首先是蹄兔的甘草，甘草是不是有些眼熟？之前宋爷爷给福宝也带去过，只不过不是用来吃，而是让福宝用来玩的。之后，姨姨又来到了园区年纪最大的动物这儿，是一只陆龟。对于龟爷爷的清洁，姨姨则是用一块湿布对其进行擦拭，就像照顾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般。一会儿室外下雨了，姨姨来接树懒回家了。树懒回到家后，姨姨拿来了香蕉给树懒吃。一会儿，一只园区最有气味的小朋友来到树懒房间串门，它是一只臭鼬。臭鼬吃着刚才树懒没吃完的香蕉，也算是树懒对朋友的招待了。